有缘人，我们人类正在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边缘，可叹人们依旧在狂欢的惯性中乐此不疲。如今这个社会，人们是天天沉迷于短视频、游戏、娱乐化的节目当中，陷入这种碎片化的精神娱乐泥潭里。当你无法自拔的时候，这种低级的快乐就会慢慢地拖垮你。其次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，很多人越来越不愿意吃苦，点外卖、网购、玩游戏，咱身子一侧，一整天就过去了。这种消磨人意志的精神鸦片会毁了咱们的下一代的。要知道，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，就是不断地去纵容他，让你感到舒服和安逸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，一年冬天，一群天鹅准备南飞过冬，中途停留在了一座小岛上。岛上的一对夫妻看见这些天外来客，欣喜万分，拿出饲料精心喂养它们。冬天到来，这群天鹅也不南飞了，而是心安理得待在这里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对夫妻始终精心地照料它们，直到一天，这对夫妻年龄大了，离开了小岛，这群天鹅也随之消失。不过他们并未飞去南方，而是在冬天到来之际就被饿死了。如今，人们如同那群天鹅一样，沉迷在碎片化的精神娱乐当中，无法自拔，甚至陷入痴迷的状态。时间一长，就像是被圈养的天鹅一样，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思考，最终无法南飞。南京鸡笼山上有一座古刹叫鸡鸣寺，杜牧在《江南春》中写道：南朝480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就包括这座古刹。古刹的大殿内有一尊倒坐的菩萨，所谓倒坐是因为通常菩萨都是坐北朝南的，但这一尊是坐南朝北，故称倒坐观音。佛龛上有一副楹联，上联是问菩萨为何倒坐，下联是叹众生不肯回头。菩萨其实在叹息，尘世众生在贪嗔痴的无明状态中苦苦挣扎又自欺欺人。其实人类已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认知危机，认知不变，虚拟危机将成为现实。同时可怕的是，地球已经身患重病，南极已经出现了绿色的雪和红色的雪瀑，南极气温已经达到了3000万年之最，而且地球已经丧失了自愈的能力。未来的10年是人类至关重要的10年，能不能改变地球的命运，就看觉醒的人究竟有多少。这10年关系到每一个生命，自然也包括你我。这个世界自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兴起之后，开始崇尚奢靡之风，全世界都在资本意志的诱导下肆意的挥霍、消耗和透支这个星球。直到今天，人们见悬头上还依旧烂醉在自己设置的陷阱中，丝毫没有清醒的意思。请客吃饭，光吃饱了还不够，必须得剩半桌，盘子吃光见底儿，请客的人就感觉很丢面子，衣服的颜色旧了一点就要扔掉买新的，似乎衣服不艳丽，人生就不光彩了。
手表不用来看时间了，成了区分高低贵贱的道具。住小房子的人在住大房子的面前开始有些抬不起头，好像忘记了自己只能睡那么小小的一张床。人们开始崇拜明星，羡慕网红，有些00后听到一句诋毁自己偶像的话都赶上去拼命。更可怕的是，小小的年纪不合计学习，整天想着长大怎么当网红，怎么把游戏的段位提升上去，大把的精力消耗在了手机游戏里。杀戮与暴力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成了最轻描淡写的一笔。如果下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这样的，那我们民族的未来又在哪里呢？易经一直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，就是物极必反。当人们无节制浪费粮食的时候，就离挨饿很近了；当缺乏正向精神追求的时候，离走歪路就不远了。全球有近6.9亿人挨饿，我们至今之所以能安居乐业、穿暖吃饱，要感谢几位菩萨的护佑，比如以杂交水稻养活14亿中国人的元老，比如疫情来临护百姓周全的中老。我说他们是菩萨，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。如果一个人可以拯救如此数量庞大的生命，护众生周全，让百姓吃饱穿暖，离苦得乐，这就是菩萨。在古代就是要被封神的。真心希望大家抛掉那些世俗的攀比，可以放开了吃，但请不要铺张浪费。省下来的粮食可以救人命，可以放开了穿，但旧衣服不要直接扔掉，洗干净送给有需要的人，也许可以让大山里的孩子温暖过冬。老子讲敬天爱人，无我利他。当真正践行这个大道的时候，是领导，你的团队就会所向披靡；是普通百姓，那你的人生会越发圆满。当所有人只能用1米长筷子吃饭的时候，只顾往自己嘴里塞的，那就是地狱；彼此互相喂食的就是天堂。我并非劝人向善，只是把先人的智慧摆出来，有缘者自行拾取。当你拾起这个大道的一刻，你就正式加入了这股能量场。你会发现现实生活开始发生改变，你的身边会多出很多笑脸，生活会充满阳光，不好的运气依旧会渐渐烟消云散。没错，这股念力正在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光束，射向宇宙深处，去共同连接那个灵魂的高我。它会指引3维世界中的你我越发光明。不要认为自己很弱小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会引发一场风暴。我们汇聚的这股强大念力依旧会引起一场巨大的蝴蝶效应，它会让我们这个世界远离饥荒、战乱甚至瘟疫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，当人类在物质财富这条路上狂飙时，精神世界必然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中。物质的进步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，但同时也带给人类精神上的痛苦。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，我们越来越发现，焦虑、紧张、抑郁、迷茫等负面情绪已经成为人内心的常态。的确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心却越来越孤。
来看一组数据，世界人口的25%，即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某个阶段出现精神障碍。世界共有4亿人有精神障碍。欧洲现在自杀人数比车祸死亡人数还多，每年有58万人自杀。世界卫生组织说，精神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的重要疾病。抑郁症现在是导致人们丧失活动能力的第5大病因。人类未来最大的挑战根本不是人工智能，而是人的精神问题。如果我们再不防范，未来心理变态、精神分裂、抑郁、压抑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世界大战、人工智能、环境污染等问题，在人类的精神危机面前，我认为都是小巫见大巫。看一下现在的日本，或许我们能预知很多东西。日本已经进入一个无缘社会，日本每年有32000人走上无缘死。所谓无缘社会，即无血缘、无地缘、无社缘，人情淡薄，没有关联的社会。所谓无缘社会，是一个没有朋友，与社会失联了的无社缘的社会，是一个没有亲人，与家庭疏离了的无血缘的社会，是一个没有乡愁，与故乡隔绝了的无地缘的社会。这种无缘已蔓延至日本的各个人群，老年、中年、青壮年，甚至是少年儿童。在日本国民中，25%的高龄老人无亲无友，约有54万的年轻人整日宅在家中虚度人生。虽然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社会变得越来越智能，但是年轻人依然需要离家去大城市谋求出路。这大量的年轻人，一方面在网络上逃避过多的社会关系纽带，追求着匿名性带来的自由的肆意，另一方面又为孤独而可悲的生活现状而苦恼。日本 NHK 电视台观察到现代人的孤独老死的现象，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，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，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，有一生未婚的女性，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，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。已经提前进入发达国家的日本，为什么却又进入了无缘社会？其实当人类在物质财富这条路上狂飙时，精神世界必然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中。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，物质的进步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，但同时也带给人类精神上的痛苦。的确，人类固然很聪明，善于发明创造出各种更加与时俱进的工具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发现，这个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，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接受，就遭遇迎头一棒。未来的社会，各种事物的迭代速度还会在不断加快，各种变化的周期还会不断缩短，各种不可预料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们随时都要做各种防范和准备，精神随时都处于紧张和不安中。焦虑、紧张、抑郁、迷茫等负面情绪已经成为人内心的常态。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挑战根本就不是人工智能，
不是经济危机，也不是癌症，而是人类自己的精神问题。物质越来越多，我们的精神却越来越苍白。人们一边寻求着私人空间，又一边渴望着与他人结缘。大家在网上与他们积极的交流，互相安慰着。一个人也可以关了电脑手机，没了网络，却又对无人可谈心的现实感到孤独。很多人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社会中，以身为地，成为了一座孤岛，失去了血缘、地缘、职场缘，在生命的尽头也失去了身份。有句话让令人唏嘘，刚出生时那么得人疼爱，最后送终时却只剩下这个人自己。无缘社会似乎离我们很遥远，毕竟中国人最讲亲缘伦理，但是越来越淡的年味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哀伤。我们会在未来出现这种情况吗？有可能。高速运转是社会出现的最主要导火线，这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，一切行为都被效率主导，每个人都在追求行为的效益最大化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整个社会的运动模式都切换成了利益驱动，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，各操各得心，谁也没有闲心陪你聊天谈心。我们见的每一个人，吃的每一顿饭，打的每一个电话，乃至微信点的每一个赞，都需要转成实实在在的收益，包括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。我们越来越冷静，越来越现实，每一次吃饭都是一次谈判，要么是生意，要么是工作。每顿饭需要多大规模，由谁来买单？你们都在遵守既定的世俗规矩，你宁可被网上的明星绯闻所牵绊，却从不曾想主动过给邻座上的同伴打个招呼。为了谋取更多收入换未来，你背井离乡，抛开父母，1年回一次家，养育之恩都用过年的一个红包来偿还。你看看现在的你，那么理性，那么麻木，那么机械化，对一切都漠不关心，就像一台设定了既定程序的机器。的确，这是一个现实又冰冷的世界，而且今后只会越来越现实。我们已经进入无力不往的状态，很多人早已心如死灰，却只是想争口气，就这么苟活。人越孤独，越喜欢把自己变得忙碌，其实这都是为了逃避，让忙碌成为逃脱一切的借口。很多人整日忙忙碌碌，其实内心早就荒芜地死去了。孤独离抑郁只有一步之差。小时候觉得可以自觉拯救世界，现在发现整个世界都拯救不了自己。未来最重要的东西是心态。在未来，一个人掌握了多少技能不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健康，是否强大，这远比各种技能要重要的多。未来能拯救我们自己的，能抵抗这种孤独感的，只有靠一颗强大的内心。这已经不是那个靠蛮力去拼搏的时代了，未来的时代需要我们学会修心。现在这个社会看似物质十分丰富，生活十分便捷，
但是人的欲望也很大，被诱惑的机会也很多，但凡事都有两面性。末法时代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陷阱，不懂得克制的人很容易受到诱惑，泯灭掉灵性和修为。但是这对于修行人来说，也是一个绝佳的修炼道场。如果我们能趟过这场考验，便能得到深厚的智慧，甚至获得飞升。末法时代，人类的每一次享受，都是拿自己的福报和良资在换取。比如你买的房子，你购的车子，你与家人的每一次旅行。适当的享受是一种合理的布施，但一味的迷恋物质，就会跳进陷阱里。而且在末法时代，能救你的人很少，因为很多人都有相同的困惑，都经受着精神的迷茫。末法时代有很多媒体在左右和引导人们的想法，也有很多修行的大师在引导人们修行，但是这个社会真假难辨，普通人很难辨别方向和对错。其次就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有些人的修行3天打鱼2天晒网，很难坚持下去。复杂的环境充斥着欲望、邪淫、嗔恨等各种念头，即使是一个资深的修行人，也很容易破功。因为生在红尘，拥有了手机，很难拒绝短视频，刷着刷着就上了瘾，看到各种美食，吃着吃着就破了戒。但是道场虽然如此的复杂诡辩，修行人自有自己的出世哲学，我们不一定立马就遁入空门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持戒、诵经、慎独、打坐等方式，将灵魂与磁场中污浊的气息排出去。我们可以通过与天地的接触，获得来自自然的力量。我们可以通过修心来增强心量，包容更大的凡尘。人生的每种境遇都是红尘炼心的过程，我们把每一个困难都当成一种历练，面对一切变化都能坦然处之，把无常当有常，锻炼出坚毅和果敢的品质，锻炼出一颗强大的内心，是应对一切孤独和冷漠的法宝。有句话叫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个为念为就是修为的为。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，如果做人不修为自己，那么就会为天地所不容。只不过是现代人书读得少，不理解汉字的精深，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人活着如果不为自己着想，就会天打雷劈。修为就是修心，才是未来一个人立足的最好方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守住本心。愿你看破幻想，守住清明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